嗨，大家好，天已经黑了啊，到底要不要再出去骑行一下呢？有啊，喂，你好傷下噶咯喎，係啊，我知。嚟啦，起碼陰咗啊嘛。虽然呢，天已经暗了下来，但是感觉这个天气啊，凉爽的时候，就从35、6度降到了31、2度这样的气温呢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要出来骑行一下啊。毕竟呢是夏天的时候，有时候想想啊，即便被淋一场雨呢也无所谓，所以抱着这样的想法呢，还是骑出来了。但其实我今天是查过天气预报的，就下午3点钟以后呢，应该一直是阴天吧。那我们就碰碰运气吧。现在呢，我从祈福大道这个门呢骑出村外去。今天当然也跟平常一样啊，并没有设定什么明确的目标，但是如果可以呢，今天是想到乡村里面啊，就那些农村的街道去走走。如果雨没有下大，或者不下雨呢，也希望去寻访一下久违了的河涌，像平山冲这样的地方，随意的去骑一骑、走一走。没一会儿呢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中运路的门口了，准备从这边过马路。中运路这边的红绿灯呢，总是要等很久啊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中运路上，顺着这条马路呢，看看右侧里边的那种城乡结合部啊，就以前的中村街道，从哪个小街里面呢转进去，准备骑行一下，看看城中村里啊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状态，是不是还是一如以往？那些村里的商业街道生意状况是不是还如以前那样的都开着门营业？在上几个视频呢，骑行在那些市桥水道啊，还有就是祈福新村后面的那个莲花大道一条山路上，说了很多的话。
对于当前的一些热门的话题，稍稍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啊，就我的一些观点。今天我在编这些视频的时候呢，就感觉话有些太多了，所以今天呢我就稍微的少说一点啊，还是骑车闲逛，让自己呢也表示的轻松一点。现在呢我已经拐到了应该属于中村街道的某一个小路上啊，这边呢不知道为什么都拦着。就你看啊，这些街道里面的算是商业街吧，应该是这个附近最基层的这种农村里面的街道了。反而这边的很多的商店啊都还开着，估计这边的租金成本比较低吧。右侧是中一村的党群服务中心。就中村呢分了很多村啊，中一、中二，一路排下去吧，应该是。中一村第3公园在右侧。右侧呢是一个雷氏公祠，姓雷的人在广州也不少的。但这些姓氏呢，我相信都从北方而来的啊。稍微左右看了一看呢，大概还是有不少的商店是关门的状态。感觉呢，应该是有个1/3的商店没有正常的营业。有时候真的不用我说什么啊，就随着我的镜头啊一路看过去，左右街道两边的这些商店的状况，街上的人流等等的都能说明问题。曾几何时呢，这种街道啊，其实以前都是村庄里面的田间的路啊，应该啥都没有的。经过几十年啊，也算是沧海桑田了嘛，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街区，这些马路呢也变成了街道，并且呢成为这个一片区域的主要的商业的街道啊。当然这些只是简单的，就是维持大家生计的一种小街道。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样的街道骑行了，
就感觉还是挺有意思，近距离的了解一下周边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啊。虽然基本上来讲，应该多少年也不会变的一种状态吧。我看到前方呢有一个很漂亮的中村的牌坊，当然我知道中村的牌坊不止这一个啊，应该有好多个中村的牌坊。这应该是一个看上去还蛮好看的中村的牌坊。马路对面呢就是显墩村了，圣墩村吧，应该是。这以前呢也曾经进来过。虽然这种村庄呢都没有什么田地了啊，但是还是保留着一些村头的休闲的小设施。这边都有一些大池塘。想想这样的街道啊，30-50年以前应该还是一片田地吧，或者周围都是田地啊。我在村里已经迷失了方向了，就有点三岛祝家庄那个里面的感觉。看到前面有光亮了，应该是柳暗花明了吧。这里就是曾经来过的一些宗祠。下雨。圣墩村幼儿园。慢的时候减速又减不了。
这边呢，应该就已经到了中村的文化公园了。完全的就是随意的骑一下而已，所以对这些马路哪条是近道，哪条是远道呢，都无所谓了。好，到了这边呢，又看到中村的更大的一个牌坊。这个牌坊呢，是比刚刚还要阔气、宽阔的一个牌坊，应该是他们的主牌坊了啊。那我就干脆走到这里面去吧。雨还没有下下来，但是这个风已经起来了。了解消费者手机先生了解一下。果然呢，风来了，雨也就来了啊！骑到这条小街呢，已经下起了雨来了。看来这个雨下得有点急呀，有点大。我觉得还是不跟老天争，还是顺势而为，到哪个地方去稍稍的躲一下啊！哦，这个雨一下子下得很大。就在这个市场边上稍稍的停一下躲躲雨吧。看到这个雨声，多大的雨点，好大的下雨声啊！哦，这个这边有做生意的人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。好，那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下，躲躲雨，看看过个10几分钟会不会雨停。一阵很急的阵雨好像告一段落了啊！我就等了那么3、5分钟而已，现在应该不怎么下了。我继续在中村的街道里面骑行。你看这些街道啊，极为的拥挤。马路边上呢，停了一整排的车，有些地方呢停2排啊，确实阻碍交通。这条路上呢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市场，
特别是卖水果的特别多。左侧是一个大超市的入口。稍不注意呢，我就来到了石壁街道了从中村街道来到了石壁街。这边呢有一条河冲，叫盛石河中村一村段就是中村一村的这个河段。你看这边也做了一些河边的休闲的花园。那我们就顺着这条河冲往前骑一段吧。今天骑行的这些路段呢，跟我前一2天去到四桥河边那种秀丽的风光相比，就感觉更生活化，更是一种老百姓的生活的地方。而且呢，看似这种生活环境确实也只能说一般般。这边有人在拆房子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些河冲像这条叫盛石河，它也做了很多的美化做了治理。我看这个河水还是蛮干净的，两边呢也种了很多的花草，有些地方呢还有专门的步道就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我看到右侧那边有字叫盛石河清水公园，看上去是蛮漂亮的
一片区域。我们来回望一下，你看对面呢有写着盛世河清水公园的牌子，这个河冲呢到了这边是一个丁字河口，整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好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河道边继续走走。现在在桥下通过，继续在河冲边上的小道上骑一段。这个地方我记得以前曾经来过的，但是我也不记得它到底能够去向何方了，就随意的骑一下吧。就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河边的绿植长得太茂盛、茂密和太高了，这样都看不到河景了。你看这种叶子啊，就感觉有点像当地人包粽子、包那种大粽子的那种壳，就糯米鸡啊，是不是这种叶子呢？这里来到了一座桥，桥木头做的很漂亮。这里呢，也是一片河边的清水公园啊，休闲场所。我们再来观望一下。正对着呢，就是盛世河清水碧道。你看啊，这个绿道上啊，铺设的这种砖还是蛮整齐的啊，还是花了一些功夫，用了一些心思的。就这边呢，我就觉得骑行啊，真的挺美的。那我们缓缓的通过啊，
欣赏一下河畔的美景，还有就是这种自然的气息啊，就闻到那种草香味，就是植物的那种味道。到这边再来观观景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这个河畔的这种美人蕉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绿植，还蛮好看的。这个河里呢，有工人专门驾着小船在捞那些垃圾。左前方呢，就是圣石河泵闸，就都有这些水闸来调节这个水位了。现在雨停了，听到这个树上很多的鸟叫。我记得上次我在这个河边骑行的时候啊，这个路应该修的还没那么好吧？这一段应该是新修的啊。这边又有很多人在这边钓鱼呢。哦，这边还有专门一片地方让大家这边垂钓。看到还有几对小情侣结伴在这边钓鱼的，而且很会想办法，还插了一些香，我相信是驱蚊香吧。
现在我骑行这条河边呢，应该就是平山冲河边的一条路段了。前面呢应该到头了，所以我在这边呢就回望一下这条河中非常安静的水面。刚刚下了一阵雨，但现在呢已经波澜不惊了。